陶董联盟一散，天下便再没有共同的敌人。从这一刻起，所有人面对的问题只剩下一个：你凭什么站住脚下这块地？袁绍不发一兵一卒，就让韩馥双手捧出冀州，王允一条美人计杀了董卓，转头却连长安都守不住3个月。曹操把刚刚放下刀的黄巾降卒编成自己的军队，第2年就敢拿着支兵去打徐州。刘备被人连让3次，偏偏不敢接那一把太守印。同样是抢地盘，有人用阴谋，有人用暴力，有人用名分，有人用沉默，手段全不一样，算的却是同一笔账。在东汉的废墟上，权力到底靠什么才能站得稳？兵马是一个答案，名望是一个答案，血统是一个答案，而最真实的答案往往是这3样东西全都不够时那个人做出的选择。这一季8集讲的就是联盟瓦解之后3足鼎立之前那段最混乱也最见人性的中间地带，群雄割据的逻辑。每一集拆一个局，看做局的人怎么想，入局的人怎么选，破局的人怎么赢。一个掌控皇帝和首都的人，为什么要亲手烧掉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公元190年春，洛阳城开始向西移动，不是城墙在走，是皇帝被送上车队，百官被驱上道路，数十万居民在骑兵催逼下离开家门，留在原地的宫殿、官署、宗庙和民居，随后全部被点燃。初平元年正月，消息一封接一封送进洛阳。袁绍起兵渤海，韩馥响应冀州，袁术屯兵南阳，曹操散尽家财在陈留招募义兵。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宙、河内太守王匡、东郡太守乔瑁、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面几乎所有拥有兵力的州郡长官同时宣布不再接受洛阳发出的命令。各路人马开始移动，河内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北岸，酸枣方向10几支部队正在集结。南阳的袁术切断了南面通道，董卓手中凉州兵大约10万出头。洛阳地处伊洛平原，东面没有一道关卡可以挡住联军推进，城门之外就是开阔地，骑兵从酸枣出发可以直抵城下。董卓没有选择守城，他召集群臣，开口只说一个方案：迁都长安。司徒杨彪第一个站出来，他说迁都是天下大事，不可轻动。昔日盘庚迁殷，尚有英明不服，请太师三思。董卓右手按上刀柄，叮嘱杨彪：你想阻拦国家大计？杨彪不再说话。太尉黄琬跟着开口，换了个角度：关东兵不过乌合之众，不足忧惧，何须迁都？董卓没有反驳。散朝之后，杨彪、黄琬被免去官职，当天收回司徒、太尉印榜，2人降为庶人。但让董卓真正动杀心的是另外2个人：城门校尉武琼、督军校尉周弼。此前正是这2人向董卓建议，袁绍、韩馥与其留在洛阳生事，不如放出去做地方官，让他们远离中枢。董卓听了，给这些人州郡长官的印榜，放他们出京。现在这些人带着兵回来了。董卓派人叫来武琼和周弼，他坐在上位，声音已经完全变了：是你们让我用好官放走这些人的，现在他们各据州郡举兵向我，你们怎么说？2人被拖出府门斩首，尸体留在台阶下面。当天黄昏，消息传遍朝中。第2天早朝，没有第3个人再开口说不，迁都命令正式发往各部执行。命令下达后第2天，骑兵进入洛阳街巷，士兵逐户敲门，开门慢的直接踹开，所有人必须立刻离开，能带走的只有1辆牛车装得下的东西，几袋粮、1捆衣被、半箱锅碗，其余全部丢在原地。富户的仓库来不及搬空，士兵进去看见什么拿什么，有人拦着不让搬，当场被刀背砸倒在地，数十万人被驱上西行道路，车挨着车，人挤着人，路面很快堵死。后面的骑兵不管前面能不能走，持矛催逼，马蹄踩进人群边缘，走不动的老人被推到路旁沟里，倒下去以后再没有人回头看，后面的车轮从尸体上碾过去，继续向前。《后汉书》用8个字记录这条路：不其驱促，更相导介。沿途没有粮站，朝廷不管百姓吃什么，士兵向路人索要钱财，给了放行，不给就砍。妇女被从人群中拖走，车轴断裂的整辆丢在路中间，后面的人踩进田沟绕行，孩子的哭喊声淹没在车轮和马蹄的噪音里，母亲被人流冲出去几十步远，回头已经看不见。从洛阳到长安400余里，等队伍前端抵达长安城外时，道路2侧的尸体已经多到无人收埋，有饿死的，有被踩死的，有被士兵顺手杀掉的，400里路上全是。人还在路上挣扎着向前，董卓已经转过头，开始处理身后那座空掉的城市。他先派吕布进入地陵，命令具体
撬开棺椁，取走随葬。东汉历代帝王和公卿的墓被一座一座打开，金器、玉璧、铜具从墓穴中抬出来，泥土和腐气沾满士兵的手臂。200年间帝王积攒的陪葬之物，几天内被搬空，装上军需车队运走。陵墓挖完，下一步是城市。南宫先烧，士兵把油纸泼上梁柱，火把掷进殿门，木结构瞬间引燃。火焰沿廊柱蹿起3-4丈高，琉璃瓦在高温中炸裂，木船烧断后，整面屋顶坍塌落下，砸起一大团火星。北宫接着烧，然后是太尉府、司徒府、尚书台，所有官署建筑逐一点燃，然后是太庙和宗庙，最后是剩余的全部民居。命令是方圆200里之内不留一栋完整建筑。火烧了很多天，每天都有新的区域被点燃，浓黑的烟柱在伊洛平原上空汇聚成低沉的云层，几十里外清晰可见。夜间整个西北方向天际线通红，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落日。等火最终烧尽，洛阳只剩下焦黑的地基和东倒西歪的残墙。追兵如果要穿越这片废墟继续向西，他找不到一面可以依靠的完整墙壁，一口可以打上水的井，一间可以囤放粮草的房子。每向前多走一步，补给就要从身后多运一步。200里焦土就是董卓留给追兵的唯一回答。洛阳在燃烧的时候，联军在做什么？袁绍驻兵河内，按兵不动。酸枣10几路人马各自扎营，主要活动是集会饮酒。曹操走进联军大帐，他站在所有人面前开口：诸位举义兵以诛暴乱，大军已急，诸军何宜？他把方案讲得具体。袁绍领河内兵南下，扼住孟津渡口；酸枣诸将向西推进，占据城高，控制敖仓粮食，各部分据险要形成合围。现在董卓正在烧城撤退，如果不趁他立足未稳追上去，等他在长安站住脚，再想打就难了。帐中安静，所有人看着曹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一个人开口说我去。曹操转身出帐，带着自己那几千人向西出发了。他推进到荥阳汴水一带，迎面撞上董卓部将徐荣。凉州兵兵力远超曹操手中这支新募之军，交战击溃，曹操的士兵四散奔逃。混战中，一支箭射中他肩膀，坐骑紧接着中箭倒地，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堂弟曹洪从混乱中冲到他身边，跳下自己的马，把缰绳塞进曹操手里。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你。曹操翻上马，趁夜色冲出包围。他收拢残兵，一路退回酸枣，肩上的箭伤草草包扎，血还渗在衣甲里。他走进联军营帐，帐里的人还在饮酒，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问他这一仗怎么样，没有人因为他的失败而改变任何决定。联军继续坐着不动。曹操站在帐门口看了一阵，从这天起，他对这个联盟不再抱任何期待。所有人都停下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没停。孙坚从长沙出发北上，经南阳进入豫州，一路与董卓军正面交战，在梁县东被徐荣击败过一次。他收拢溃散的士兵，继续向前，在杨人聚再次撞上董卓部队胡轸和吕布。这一次他没有退，敌军被击溃，都督华雄被阵斩。演义把华雄这颗人头交给了关羽，写出温酒斩华雄。但正史中真正杀死华雄，真正从南面一步一步打到洛阳的人是孙坚。他进入洛阳那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不是因为他击败了守军，是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守军，没有居民，没有任何活着的城市功能。宫殿只剩焦黑的台基，街巷空旷，人的脚步声在残墙之间回响很远。几个没来得及被驱走的流民蹲在废墟边，用手翻找灰烬中可能残存的谷粒。风从城墙的巨大缺口灌进来，卷起地面的黑灰，又缓缓落下。方圆200里不见一面完整的墙。孙坚没有继续向西追击，空城没有粮仓，他的军队无法靠废墟存活，而且后方的补给已经出了问题，袁术停止了向他供粮。但他做了一件事，他命令士兵找到被吕布掘开的地陵，清理墓穴中的积水和垮塌的碎土，重新封土夯实，在陵前设坛祭祀。整个联军之中，只有他为洛阳的死者做了这件事。关于孙坚是否在洛阳枯井中得到传国玉玺，正史正文未载，裴注《引江表传》保留了这一说法。无论玉玺是否存在，孙坚都必须离开。他带兵南撤，途中刘表派兵在路上截击他。诸侯的刀已经开始从董卓身上转向彼此。董卓杀五琼州毕，朝堂闭嘴，驱100万人西迁，填补关中空虚的人口，焚洛阳方圆200里，让追兵无处落脚，无粮可征。3步连在一起，构成一次完整的焦土撤退。联军确实停了，追击确实失败了。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是一次有效的战略收缩。但从这一天起，董卓永远失去了代替朝廷说话的能力。一个焚帝都、掘地陵、
取百姓踩踏而死的人，即使手里还捏着皇帝，天下也没有人再愿意服从他发出的任何一道命令。他用一座200年的首都买下了军事上的存活，代价是政治上的彻底死亡。公元190年夏天的洛阳，安静得不像一座城，没有钟鸣，没有车辙声，连飞鸟都很少经过，他们早已被多日大火驱离。孙坚修完地陵，带兵南归。曹操养好箭伤，独自前往扬州募兵。袁绍开始向韩馥索要冀州。袁术开始盘算孙坚手中还剩多少兵。洛阳会空置很多年，荒草从宫殿台基的砖缝中长出来，野兔穿行于太庙残垣。7年以后，曹操把颠沛流离的汉献帝接到许县，东汉朝廷才重新有了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洛阳的大火不是董卓临走前的一次泄愤，他带走皇帝、百官、人口和财富，再烧掉宫殿、粮仓和民居，是要让追兵即使进入洛阳，也得不到一座能够继续向西推进的城市。从军事上看，这次撤退成功了，但董卓烧掉的不只是联军的补给站，也是汉朝最后一个仍然能够代表中央的政治空间。他保住了军队，却让整个天下开始脱离朝廷。这个问题前面几期讲过过程，现在讲逻辑。洛阳正好位于关东联军主要推进的方向上，继续留在这里会让董卓的凉州主力长期暴露在东面与南面的压力之下，而他的军事根基更靠近凉州和关中，退往长安可以缩短防线，依托关隘阻止联军继续西进，也能让军队更接近自己的兵源和后方。从军事上看，迁都长安是一次合理的防御收缩。迁都本身是合理的，但只迁都不焚城。从军事角度推演，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宫殿还在，粮仓还在，道路完好，房屋可住。联军到了洛阳，就可能得到一座现成的前进基地，吃现成的粮，走现成的路，住现成的屋，然后继续向西追击。所以董卓最终的选择是强迁人口，运走财富，焚毁一切剩下的东西。从后来的结果看，联军本就缺乏持续追击的能力，而被彻底毁坏的洛阳又进一步抬高了继续西进的成本。曹操在荥阳遭遇失败，孙坚进入洛阳时得到的也不是一座可以继续支撑进军的帝都，而是一片无法迅速恢复补给和秩序的废墟。补给线要从南阳一路拉到伊洛河谷，根本无法支撑继续西进。联军到了洛阳就到了尽头。需要说明的是，正史没有一条记载明确写出董卓焚城是为了制造焦土，阻断追兵。以上是根据军事逻辑和实际效果所做的推演。董卓未必像后世参谋那样完整计算过每一步，但无论他主观意图如何，客观结果指向同一件事：洛阳的彻底毁灭，让联军无法以此为跳板继续进攻。然而，迁都未必一定要绝陵、掠夺和焚毁全部城市。真正毁掉董卓政治地位的，不只是撤退本身，而是他用军阀清洗敌占区的方式处理了汉朝的帝都。军事上他赢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一场撤退能够承受的后果。皇帝到了长安，朝廷也到了长安，百官排好了班次，诏书继续盖印发出。但一道诏书能够生效，至少需要3根支柱：一支能执行命令的军队，一套能传递政令到基层的行政网络，一个能兑现赏罚的财政体系。到公元190年底，这3根支柱正在同时断裂。军队分散在各路诸侯手中，地方行政网络被截断。从长安派出的使者能否进入各州各郡，取决于当地长官是否愿意配合。贡赋和税收被地方截留，长安能调动的财政资源越来越少。诏书从长安发出去，像石头丢进深井。朝廷下诏停火，响应者寥寥。朝廷调整刺史太守，被调走的不走，新到任的到不了。朝廷征召贡赋，回应越来越稀。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反差，中央的强制力在急剧下降，中央的名分却仍然值钱。袁绍可以不听长安的任何命令，但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头衔是否高于袁术。他甚至一度想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天子，给自己的阵营争取正统名义。刘虞拒绝了，但袁绍这个举动本身就说明，连盟主都觉得手上没有皇帝，号令天下就缺了最关键的凭据。各路诸侯不再服从朝廷，却仍然需要朝廷的名义。一个人要招兵，打着朝廷某某将军的旗号，比打着自己的名字好用。一个人想接管一个郡，手里拿着朝廷的任命状，地方配合的概率远高于带兵硬闯。皇帝管不了任何人，但皇帝代表的汉朝名分正在变成一枚所有人都想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点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被真正兑现。
旧中央塌了，十几路诸侯曾经打着同一面旗走到一起，他们有没有可能变成新的秩序？答案藏在联军自身的运转方式里。联军没有统一财政，每一路的粮食自己抽，伤亡自己扛。袁绍是盟主，但盟主只是倡议者，不是指挥官。他可以号召，不能调度；他可以建议，不能强令。他没有权力罚一个按兵不动的人，也没有资源补偿一个出兵受损的人。于是逻辑就清楚了，谁先出兵，谁先损失，谁保存实力，谁反而安全。曹操在帐中提出追击方案，帐中没有人接话，没有人站起来说我跟你去。曹操带着自己那几千人追到荥阳，差点死在许荣手里。回到酸枣大营时，其他人仍然在饮酒。联军尚未完全解散，刘岱已经动手杀死东郡太守乔瑁，并重新安排东郡的人事。昨天还在同一面旗之下会盟的人，今天已经开始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没有宣战，没有审判，杀完之后没有人追究，因为没有人能追究。在一个无法惩罚旁观者，也无法补偿出力者的联盟里，不行动往往是最安全的选择。出力的人受损，不出力的人得益。这个机制一旦被参与者看穿，联盟就很难继续维持。联军可以反对董卓，却无法决定战后由谁来指挥，谁来分配利益。他能把人聚起来，却不能让人留下来。联军散了之后，每一个手里有兵的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我的兵明天吃什么？军队每天消耗粮食、草料和军饷，家产能撑1-2个月，临时向豪强借贷能撑3-5个月。然后呢？没有固定产粮区的军队只能靠抢为生的军队走到哪里毁到哪里，人口逃散，田地荒芜，抢过一轮，下次再来，连可抢的东西都没有了，越打越弱，直到军队散尽。长期维持军队只有一条路，控制一块稳定的州郡，但地盘远比字面看起来复杂。一片空地不是地盘，一座空城也不是。真正能供养军队的根据地，至少需要几样东西同时运转：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提供兵源和劳动力，有运转中的粮仓和税收体系持续供粮，有登记在册的户籍，知道辖区里有多少人，能征多少粮，有一批服从命令的地方官吏，能把政令从州府传到县乡，还有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与当地豪强大族之间的合作关系。汉末的基层真正掌握土地和人口的，往往不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而是世代扎根本地的大族。他们控制佃农、私兵和地方资源。一个外来军阀带着兵占了城，本地豪强不配合，粮收不上来，兵也招不起来。拿到头衔容易，让一块地盘真正运转起来，需要时间、行政能力和地方合作。曹操在联军瓦解后不久进入东郡，击败了盘踞当地的黑山军余部，随后被袁绍表为东郡太守。但东郡刚经历过反复劫掠，行政几乎瘫痪，重新恢复秩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打下一块地方是一回事，让它变成能持续出粮出兵的根据地是另一回事。把前面的链条收在一起，董卓摧毁了旧中央的现实基础，联军无法替代朝廷成为新的秩序中心，各路军事集团只能依靠控制地方州郡来养活自己，每一个诸侯都开始建设自己的财政、军队和行政体系。一旦这些地方体系形成并运转起来，就很难再有人愿意把手中的资源重新交回一个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惩罚自己的中央。过去的权力顺序是朝廷先任命官职，官员再管理土地，现在正在倒过来，军队先控制土地，再要求朝廷承认已经形成的事实。天下不是因为某一天有人宣布割据才分裂的，它是因为每一支军队都开始拥有自己的粮仓、官吏和生存逻辑，才一步一步碎掉的。旧中央消失以后，短期内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足够力量和足够信用，把所有人重新纳入同一套规则。从这一年起，决定天下走向的不再是长安传来的一纸诏令，而是谁手里真正握着人口、粮仓和一套能运转的行政体系。董卓烧掉洛阳，保住了军队，烧断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最后的连结。联军没能替代朝廷，各路诸侯只能各自寻找粮食、人口和土地。汉朝的名义仍在，天下的实际权力已经沉入州郡。洛阳的大火熄灭了，但它留下的余火开始在每一块地盘之间燃烧。公元191年，袁绍仍然拥有盟主的声望，却缺少一块真正由自己控制的州郡，而北方最完整的一块地盘就在他的面前。冀州人口稠密，粮仓充裕，官吏齐备，只不过他现在属于别人。从下一期起，故事进入新的阶段，诸侯的刀不再指向董卓，他们开始指向彼此。袁绍将用一种不需要打仗的方式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公元191年，袁绍是天下名望最高的人，也是天下最尴尬的人。陶董联盟已经散了，他顶着盟主的名号，真正能够控制的却只有渤海一个郡。而从行政关系上看，冀州牧韩馥仍然是他的上级。一个寄人篱下的盟主，怎么在没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拿走了别人一整个州？联军散场之后，10几路诸侯各回各家，袁绍回到渤海。渤海是冀州下辖的一个郡，这意味着一件很不体面的事。从行政关系上看，冀州牧韩馥是袁绍的上级，韩馥是袁家的故吏，他当初被董卓任命为冀州牧，那时没人在意这个位置，因为冀州远离洛阳，战略价值不高。但联军散场之后，局势完全变了，关东不再有共同目标，每个人开始低头看自己脚下的地盘，冀州突然变成了最肥的肉。冀州人口密集，粮食充足，又连接幽州、并州与中原。后来韩馥的部下劝他不要让州食，甚至声称冀州带甲100万，谷之10年。这个数字带有劝谏式夸大实力的色彩，不能当成精确统计，但它至少说明韩馥手里的冀州并不是一块守不住的空地，他有军队，有粮食，也有继续抵抗的条件。谁控制冀州，谁就拥有北方最重要的兵源和粮仓之一。袁绍看到了这一点，韩馥也看到了。韩馥开始警觉，他减少了对袁绍的粮草供应，派人盯住渤海的动向。之前联盟时期，他还能容忍袁绍在自己地盘上做盟主，现在联盟没了，这个人凭什么还留在我的冀州？袁绍的处境很清楚，他有名望，有追随者，有4世3公的袁氏招牌，但他没有地盘。联盟时期，他靠声望号令天下，现在联盟没了，声望不能种粮食，也不能养兵，如果不拿到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他很快就会从盟主变成流民。他需要冀州，而冀州属于韩馥。冯基给袁绍出了一个主意，方案的核心不是打韩馥，是下韩馥。具体操作分2步，第一步，写信给北边的公孙瓒，约他出兵南下进攻冀州。第二步，等韩馥被公孙瓒的军队吓住之后，再派人去劝韩馥，既然你一个人守不住，不如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有能力替你挡住公孙瓒。袁绍采纳了，他写了那封信。公孙瓒也正想把势力伸向冀州，他接到袁绍的信，立即率军南下。史书记载，公孙瓒表面仍然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真正的目标却已经转向韩馥。韩馥派兵抵挡，战事不利，冀州北面的军事压力迅速逼近邺城。消息一封接一封送进城中，韩馥慌了。他看到的局面是，北边有公孙瓒的军队压过来，袁绍也随时可能进入冀州，两股力量一旦同时动手，他就会陷入两面受敌。但公孙瓒南下正是袁绍主动引来的，袁绍不能完全控制公孙瓒接下来会走多远，却可以利用这支军队给韩馥制造恐惧。韩馥眼中的两面夹击是袁绍有意促成的局面。公孙瓒南下，韩馥出战不利之后，袁绍开始执行计划的第二步，他派外省高干和荀臣等人进入邺城，游说韩馥。荀臣没有直接要求韩馥交出冀州，而是连续问了3个问题。第一问，论宽仁大度，让天下人归附，你比得上袁绍吗？韩馥说比不上。第二问，论临危决断，智勇过人，你比得上袁绍吗？韩馥说比不上。第三问，论累世积累的恩德与名望，你比得上袁绍吗？韩馥第3次回答比不上。3个比不上之后，荀臣说出了真正的结论：公孙瓒已经率军南下，袁绍的军队也可能进入冀州。与其等到2支军队同时动手，不如主动把冀州交给袁绍，这样既能得到让贤的名声，也能让袁绍替韩馥挡住公孙瓒。韩馥动摇了，但他的部下并没有全部沉默。长史耿武、别驾闵纯和骑都尉沮授等人一起反对，他们的话很直接：冀州有兵有粮，袁绍现在仍然是一支需要韩馥供应军粮的客军，只要停止供应，关闭城门，袁绍的队伍很可能自行瓦解。更重要的是，韩馥手中确实还有能够作战的军队。赵福、程缓听说韩馥准备让周带着1万名强弩兵赶回冀州，请求出兵抵抗袁绍，韩馥还是拒绝了。他说，我本来就是袁氏故吏，才能也确实不如本初，量德让贤是古人所称道的事，你们不要再说了。他随后离开州牧府，让儿子把印绶送给袁绍。演义在这里增加了一场更激烈的冲突。小说写耿武、关纯埋伏在袁绍进入冀州的路上，试图刺杀袁绍，最后分别被颜良、文丑斩杀。正史没有颜良、文丑在这里杀人的记载。资治通鉴记载，袁绍将要进入冀州时，耿武、闵纯持刀阻拦，最后被袁绍处死。不同版本的具体人物和过程并不完全相同，但结果没有改变。韩馥明明还有军队，还有粮食，还有愿意替他抵抗的人，
他最后放弃的不只是一枚周穆印信，而是所有继续抵抗的可能。冀州就这样换了主人。袁绍进入邺城，正式接管冀州全部军政事务。韩馥得到一个新头衔——奋威将军。没有军队，没有辖地，没有实际权力，他的部下、他的兵、他的粮仓，一夜之间全部归了袁绍。后来，袁绍任命的督官从事朱汉带兵包围了韩馥的住所。朱汉过去曾经受到韩馥轻视，心里一直怀有怨恨。他又想通过伤害旧主人向袁绍表示忠诚。士兵冲入韩馥家中，抓住他的长子，打断了2条腿。这件事并不是袁绍下令的，袁绍得知以后立即逮捕并处死了朱汉，但这没有让韩馥安心。对他来说，真正可怕的地方正在这里。袁绍甚至不需要亲自下令，已经有人愿意通过伤害他来讨好新主人。韩馥彻底害怕了，他请求离开冀州，随后带着家人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在张邈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袁绍派使者前来商议事情。使者和张邈坐在一起低声耳语，韩馥也在座，却听不清2个人在说什么。他认定他们正在商量怎样处置自己。韩馥站起来，走进茅厕，从怀里取出一把裁纸用的书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一个曾经统治100万人口、坐拥北方最富庶之州的人，死在茅厕里，手里只有一把书刀。这是割据时代的第一课，也是最残酷的一课。你以为让出地盘就能保住性命，但地盘一旦让出去，命也不再属于你自己。回头看整件事，袁绍从头到尾做对了一件事，他没有自己动手。公孙瓒是他请来的，恐惧是公孙瓒制造的，劝降是荀臣完成的。袁绍从未正式向韩馥宣战，从未破坏故吏与旧主的体面关系。他拿到冀州时，手上干干净净。这是一次经典的借刀操作，借公孙瓒的兵切开韩馥的胆。但这件事之所以成功，关键不在袁绍的计谋，而在韩馥这个人的处境。耿武说的没错，如果单看纸面实力，韩馥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冀州带甲100万，存粮10年，袁绍不过是一个计时客人。如果韩馥铁了心抵抗，袁绍根本打不进邺城的城门。但韩馥不敢抵抗，他的恐惧不只来自公孙瓒那支军队。看看那场会议里站出来劝他让位的人，荀臣、辛平、郭图，这些人不是袁绍安插的间谍，他们本来就是韩馥的幕僚，但他们全部更看好袁绍。他们是真心认为袁绍比韩馥更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韩馥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怕的不只是城外的敌军，他更怕的是身边的人已经不认他了。一个州牧的权力来源不只是那枚印信，而是下面的人愿意执行他的命令。当幕僚公开劝他让位，当将领沉默不语，那枚印信就只剩下一块铜。这就是割据时代最重要的一课，地盘不等于控制力。地图上写着你的名字，不意味着那个州真正属于你。地盘上住着人、士族、将领、官吏、士兵，这些人有自己的判断。在乱世里，人才和军队会自动流向他们认为能赢的人。袁绍赢在这里，他的4世3公，他的盟主名望，他的人脉网络，让冀州内部的精英层主动倒向了他。他不需要打败韩馥的军队，他只需要让韩馥看清一个事实：你虽然坐在州牧的位置上，但这个州已经不认你了。不过这次零成本获取地盘也留下了一笔账。公孙瓒是袁绍请来的刀，但刀不会用完就自己消失。冀州到手之后，公孙瓒没有退回幽州，他的军队还在冀州边界，他的胃口还在膨胀。袁绍拿到冀州的同一天，就多了一个真正的对手。一封信换来了一个州，也换来了此后数年的北方战争。袁绍没有攻城，没有血战，一封信请来外敌，一场劝降击穿恐惧。韩馥让出冀州，也让出了自己所有的退路。袁绍得到了地盘、军队和粮仓，也得到了一条从今以后必须独自面对的北方战线。公元191年夏，邺城换了主人，城门上方的旗帜换了，粮仓的钥匙换了手，文书上的名字也换了。城中的士族和官吏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继续做他们的事，没有人为韩馥说一句话。某条南下的官道上，韩馥带着妻儿走向陈留，他身后是自己曾治理过的州，前面是一段越走越窄的路。他还不知道那间茅厕和那把书刀正在前方等着他。袁绍拿到了冀州，但袁家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有一个弟弟叫袁术，此刻正在南边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4世3公的招牌背后，兄弟之间的裂缝即将变成一道无法修复的断层。陶董联军散了以后，天下人都看得到一件事：袁氏兄弟一北一南，袁绍据冀州，袁术据淮南。如果2人联手，中原诸侯全部被包在中间。
但他们不仅没有联手，反而各自拉着外人来打对方，同出四世三公，为什么合作比对抗更不可能？要理解袁绍和袁术的关系，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出身。袁氏四世三公，从袁安算起，连续4代人位居三公之位，门生故吏遍布整个东汉官僚系统，这是当时声望最高的氏族家族。袁绍和袁术的父亲是司空袁逢，叔父是太傅袁奎。论家世，两人站在几乎相同的起点上，但袁绍有一个标签：庶出。按裴松之著所引材料，袁绍生母地位低微，他年幼时被过继给早逝的伯父袁成，获得了名义上的嫡子身份。在宗法关系上，袁绍此后是袁成这一支的继承人。关于袁绍出身的细节，正史记载简略，裴注所引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袁术始终以嫡子自居，始终视袁绍为旁支。后汉书记载，袁术说过：“群庶不无从，而从吾家奴乎？那些人不跟从我，反而去跟从我家的奴仆。”这不只是一句气话，这是袁术对袁绍身份的公开判决。无论你做了什么，坐在什么位置上，在我眼里，你的血统就是你的上限。袁绍的应对方式是用行动重建合法性。他为母亲守孝6年，在洛阳期间广结名士，拒绝朝廷征召，声望反而越来越高。他选择的路不是证明血统纯正，而是让天下人用另一套标准来看他，才能、声望和世人的推举，两种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走向不同方向。初平元年，各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组建联军。第一件事是选盟主。论实力，各路诸侯强弱不等，但论号召力，能站在联军最前面的姓氏只有一个：袁。问题是袁氏有2个人，推举的结果是袁绍。曹操等人的考量很明确，袁绍在洛阳时当面反对董卓废帝，横刀而出。此后第一个离开洛阳，第一个举旗，士人阶层已经把他视为袁氏旗帜的实际承载者。袁术当时也在联军之中。他自领南阳太守，兵多粮广，实力不弱于任何一路诸侯，但推举盟主的时候，没有记载显示有人提议过他。这是一次公开的选择。他告诉天下人，袁氏的代言人是袁绍。袁术收到的信号非常清楚，自己在联军中被定义为另一个袁，而不是正统的那个。接受这个位置，就等于默认嫡子的名分不如一个庶出者的名望。他没有接受。联军讨董期间，真正在向洛阳方向打仗的只有孙坚。孙坚名义上是袁术的部将，他从南阳北上，击败董卓部将胡轸，杀华雄，兵锋直逼洛阳。按常理，袁术应该全力支持。孙坚打得越远，袁术在联军中的筹码就越重。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按《三国演义》第7回的叙述，有人向袁术进言，孙坚若得洛阳，将不可控。袁术于是停止供粮。正史中《三国志·孙破虏传》裴注引《江表传》也记载了袁术不发军粮一事，但具体原因和经过的细节在不同材料中说法有差异。结果是确定的，孙坚前线断粮，军心动摇。孙坚写信质问：“吾为国家讨贼，粮不济而兵不至，何也？”袁术随后恢复了供应，但这件事暴露了一个关键逻辑：袁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袁绍指挥的联军体系中的一部分，他经营的是自己的军事资本。孙坚是他的人，不是联军的人。这里记住一点，对自己的部将尚且如此计较主从关系，对他一生都瞧不起的那个人，袁术更不可能让步。联军瓦解后，抢地盘成为唯一要务。袁绍动作最快。初平2年，他施压冀州牧韩馥，韩馥的部下被拉拢，外部又有公孙瓒的军事威胁，内外夹击之下，韩馥交出州牧之位。袁绍几乎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争，就拿到了北方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冀州。袁术的处境不如袁绍，南阳北面有袁绍势力延伸，南面是刘表，他率军向东，最终以寿春为中心，占据淮南。两人一北一南，中间隔着兖州和豫州，曹操就在那里。如果联手南北夹击，曹操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但他们做了完全相反的事。袁绍派使者南下联络刘表，刘表在袁术背后可以从荆州方向牵制他的后方，袁术则北联公孙瓒，公孙瓒是幽州最强的军事力量，常年与袁绍在北方对峙。外交的路线选择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两人把对方视为比董卓之后任何外敌都更优先的威胁。天下诸侯就这样被分成2个阵营，袁绍一边，刘表、曹操；袁术一边，公孙瓒、陶谦。他们不是在联手争夺天下，他们是在各自寻找外援，用整个天下的力量打一场谁才是袁氏正统的争夺战。
这场兄弟之争的代价在此后数年里持续兑现。公孙瓒被袁绍击灭，袁术在淮南穷兵黩武，辖区百姓大量逃亡。曹操在两人的夹缝中一步步扩张势力，先取兖州，再定豫州。几年之后，袁术走出了更极端的一步，称帝。这件事以及它带来的后果，后面会单独讲。此处只需记住结局：袁术众叛亲离，病死在北上投奔袁绍的路上。死前身边连一碗蜜水都找不到，他吐血留下一句话：袁术至于此乎？我袁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而袁绍此时虽然坐拥四周，但真正的对手已经不是弟弟。曹操在两个袁氏内斗的这些年里，长成了一头他再也无法轻易吞掉的猛兽。现在回到开场的问题，两人为什么无法合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43公这笔遗产到底是什么。它不是钱，不是地，不是一支军队，它是一张门生故吏网络。4代人在朝中担任三公，不断举荐人才，分配政治机会。被提拔的人对袁氏怀有报恩之意，形成一个覆盖整个东汉官僚系统的依附关系网。乱世中各路诸侯愿意响应袁氏号召，底层逻辑来源于此。但这张网有一个结构性限制，它需要一个明确的中心。当袁逢、袁奎在世时，袁氏的指向没有歧义；但当袁绍和袁术同时以袁氏继承人的身份活跃时，门生故吏就必须选择你投靠的那个袁到底是哪一个。回到正文中的证据，第一，盟主推举，天下士人各路诸侯选择了袁绍，这意味着在公开的政治市场上，袁绍的路线用个人声望和才能来获取袁氏代言权已经胜出。袁术的嫡子身份在联军体系中没有兑现出高于袁绍的号召力。第二，断粮事件。袁术对孙坚的控制逻辑表明，他从未把自己定位成联军中一个需要配合盟主的角色。他在经营独立的军事系统，甚至宁可牺牲战场进度，也要维护自己对部将的绝对主从关系。第三，外交路线。两人各自联络对方背后的势力，组建针对对方的包围网。这说明在联军散伙后，双方已经把彼此当作首要战略对手，优先级高于曹操，高于刘表，高于任何割据势力。把这3件事放到一起，问题就清楚了。所有形式的联盟都需要解决一个前提：谁为主，谁为辅。而谁为主，恰恰是两人之间最不可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如果袁术接受袁绍为首，他就必须承认一个庶出的过继出去的旁支比嫡出的正统继承人更有资格代表袁氏，这等于否定他身份存在的全部根基。如果袁绍向袁术让步，他就必须放弃过去10年积累的全部政治资本。世人推举他，诸侯选他做盟主，冀州接受他为主，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我就是袁氏的代言人。让出这个位置，所有东西同时坍塌。两个人都退不了，因为退让不是损失一部分利益，而是承认自己的身份从根本上就站不住。再看地盘，冀州和淮南之间隔着曹操，联手需要统一调度，统一调度需要一个最高指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所以4世3公这笔遗产结构上就不允许被2个同代继承人同时使用，它越强大，争夺它的烈度就越高。它不是2把武器，它是一把。2个人同时去抢一把武器，最可能的结果不是有人抢到，而是武器掉在地上被第3个人捡走。曹操就是那个第3个人。袁绍拿到了名望、盟主和冀州，袁术拿到了嫡子的名分和不服输的愤怒。2人都想独占4世3公的全部遗产，谁也不肯承认对方为首。结果是谁也没能把这笔遗产变成王朝。在他们消耗彼此的这些年里，真正在积蓄力量的人姓曹。建安4年夏天，袁术死在北上的路上。第2年秋天，官渡的粮仓就会被一把火点燃。4世3公这个名字在此后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变成任何人的基业。中原已经不再接受靠一个姓氏就能号令天下的逻辑，他只接受粮食、军队和活到最后的能力。董卓死了，长安本该安定，但王允拒绝赦免西凉残部的那一刻，散兵开始重新集结。一个比董卓活着时更暴烈的结局正在城外成型。公元192年夏，董卓死了不到2个月，杀死他的人也站上了长安城墙。王允没有逃，城外是10几万从西凉重新聚拢的兵，城内已经没有能打的军队。一个花了3年才完成政变的人，为什么连60天的政权都接不住？初平3年春，董卓退回长安已将近2年，他住在梅屋，高墙厚壁，囤粮30年所用。对外说：“事成则雄，据天下；不成则守，此足以必老。”朝堂上没有人敢正面反对他。
王允是朝廷的司徒，百官之首，他每天上朝、行礼、退朝。据《三国演义》所写，有一天深夜，他在后园独自哭泣。演义在这里安排了貂蝉、王允的歌妓，主动请缨，愿以自身为饵，离间董卓与吕布。这就是连环计，先将貂蝉私许吕布，再将她献给董卓，让父子反目。但需要说明，貂蝉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后汉书·吕布传》只提到吕布曾与卓氏璧私通，日夜恐惧被发觉。演义将这条简短记载扩写成了完整的离间大戏，貂蝉的名字、身世与一切情节均出自小说。不过，无论过程如何，核心事实是确定的：王允找到了吕布。他利用的不是凭空制造的矛盾，而是一道已经存在的裂缝。据《后汉书》记载，董卓性情暴烈，曾因小事向吕布致己。一个天天带刀跟在主公身边的人，一旦开始害怕主公，这段关系就不可能维持了。王允做的事是把裂缝变成断裂。在演义中，矛盾爆发被写成凤仪亭，吕布趁董卓午睡去见貂蝉，董卓醒来撞见，夺戟便至，吕布躲开。正史中没有这一幕，但吕布的恐惧是真实的。后汉书明确写他与士璧私通后恐事绝，日夜不安。王允随后正式摊牌，这是正史有载的对话。吕布犹豫了一下，奈何以父子之情。王允答得很快，君自姓吕，本非骨肉。吕布点头。初平3年4月23日，朝廷以天子病愈为由，召董卓入宫朝贺。董卓乘车入北邺门，甲士从两侧冲出，董卓大喊：“吕布何在？”吕布出现在他面前，持矛说了2个字：“有诏。”矛刺穿了他。董卓死在宫门之下，尸体被弃于道旁，守尸吏将灯芯插在他其中点燃，光明达旦，据说燃了数日。长安城里的百姓听到消息，有人在街上歌舞，集市上有人卖酒庆贺。3年了，终于结束了。这里先记住一件事，欢呼的是长安百姓与朝中官员，但还有数万人此刻没有在庆祝，他们是跟随董卓从凉州来的将士，散布在关中各地的军营里，等待命运的宣判。董卓死后第2天，王允下令族灭董氏。紧接着，一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暴露了他的行事风格。蔡邕，当世大儒、修汉史的学者，他听说董卓死讯后，叹息了一声，仅仅是一声叹息。王允当即将他下狱，朝臣求情，蔡邕修史之才，天下无双，杀之可惜。王允拒绝。《后汉书》记其言：西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留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右主左右。蔡邕死在狱中。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说明了王允此刻的逻辑：对董卓时代的一切残留不容忍、不妥协、不留余地。然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到了他面前：怎么处理西凉军？董卓的旧部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各率数千到上万人，分驻关中各地。他们不是一支统一部队，是散落各处的武装残余。有人向王允提议发一道大赦令，赦免所有跟随董卓的将士，明确告诉他们不追究。只要赦令一下，这些人大概率会各自散去，失去主帅，没有共同目标的军队很难维持聚合的理由。王允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些人本来就没有罪，是被董卓胁迫。现在董卓死了，他们自然无事。如果下赦令，等于暗示他们原本有罪，不赦反而是正确的。这个逻辑在法理上或许说得通，但问题是，法理不会传到军营里去。传到军营里的消息只有一条：朝廷没有说我们安全。在恐惧面前，没有承诺和明确威胁是同一件事。数日后，长安又传出消息，朝廷准备解散凉州兵，收缴武器。无论真假，营中已经炸了。李傕和郭汜最初的反应是准备各自逃命，解散部队，化妆潜回凉州。如果他们真的跑了，王允就赢了。拦住他们的人叫贾诩，此时的贾诩不是后来那个位列曹魏3公的顶级谋士，他只是牛辅手下一个中层军官。牛辅死后，他跟着散兵混在李傕营中。贾诩对李傕、郭汜说了一段话，《三国志》记载核心原话：诸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戍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若是计，奉国家以正天下；若不计，走未晚也。意思很直白，你们如果各自跑路，路上随便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绑了，不如把兵聚起来，一起打长安，赢了就掌朝廷，输了再跑也不迟。这句话改变了一切，他的力量不在军事天才，聚兵攻城不需要天才，他的力量在于，当一群人都在准备逃跑时，一个人站出来说不要跑，一起打，恐惧就会变成团结。前提只有一个，这些人确实已经被逼到无路可退。如果王允发过赦令，李傕的士兵多半已经散入关中各地寻找生路。贾诩这句话恐怕根本找不到足够的听众。李傕、郭汜、
张继、樊稠开始沿途收拢溃兵，从陕县出发，一路向西，每过一地，当地凉州旧部加入。到长安城下时，人数已超过10万，他们只用了不到2个月。吕布带兵出城迎战，他手中全部兵力不超过数千骑，完成一次攻门刺杀绰绰有余。但面对10万人的正面合围，从第一天就注定不够。吕布骁勇，短兵交接时，凉州骑兵确实挡不住他的突击。他冲出去能杀散面前的一阵人，但战场不是单挑，身后的阵线在他冲出去的同时就被撕开一块，他杀回来补，另一面又被突破，数千人的反复冲杀换来的只是局部胜利，整体兵力差距每多打1天就更不可逆转。围城8日，城不是从外面攻破的，吕布军中有守兵内反，打开城门引李傕军入城，守兵即来自蜀地的兵卒，史书只记载他们临阵内反，没有交代具体原因。围城8天，他们最先看清了结局，吕布从内部崩溃，他的兵先于城墙背叛了他。吕布率数百骑向东突围，临走前他策马赶到王允面前，最后一次开口，公可以乘马与我同去。王允站在原地没有动，他说了最后一段话。后汉书记载，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无之怨也。如其不获，则奋身以死之。朝廷幼主视我而已，临难苟免，无不为也。他没有解释自己的失败，没有后悔不赦的决定，他只是不走。吕布不再劝，拨马冲出武关方向，一路东逃。王允留在城中，与天子在一起。长安已经换了主人，但他没有离开皇帝身边。此后，李傕将王允收捕，与宋义、王弘一并杀害。李傕杀王允，一灭3族。一个花3年才完成的政变，2个月后只剩尸体。王允的失败不是因为政变执行的不好，恰恰相反，刺杀董卓这件事堪称精准，找到正确的内部人选，利用真实存在的裂缝，选择无法拒绝的时机，一击致命。但政变和接管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杀掉一个人只需要1把矛，接管他留下的局面需要解决这个政权下面所有活着的人。董卓死后留下了什么？一个皇帝，一座被搬空的长安，一批朝臣，还有分散在关中各地的数万凉州兵。这些士兵没有土地，没有朝廷编制，没有家族根基在关中，他们唯一的生存逻辑就是跟着凉州将领吃粮。董卓一死，这个依附断了，他们变成了一群没有归属的武装流民。面对这群人，只有2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明确告诉他们不会被追究，提供某种编制或出路，这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会安分，但可以瓦解他们联合的动机。一群分散的、各自有退路的人，极难被一句话重新组织起来。第二种，不说话或暗示追究，这等于把决定权交给了恐惧。王允选了第二种，他的法理逻辑没有问题，本无罪则不虚设，但几万拿着武器的人，此刻需要的不是法律解释，而是一个清晰的承诺。没有这个承诺，恐惧就不会消退。这就是政变接管中最经典的失败模式，消灭了领袖，却没有为旧势力提供退出机制。旧势力原本群龙无首，准备溃散，但没有退路这件事，比任何将军的号令都更有效地把他们重新聚合在一起。贾诩那句话之所以管用，不是因为他提供了多高明的战略，集合兵力攻长安根本不需要顶级谋士，他真正解决的是心理问题，给了一群已经决定跑的人一个不用跑的选择。但他能成立的全部前提是这些人确实无路可退，这个前提是王允亲手创造的。再看军事层面，他唯一的武力就是吕布和数千骑，这支力量在围城战中坚持了不到10天。王允没有军队，没有联盟，没有外援，却选择了最强硬的姿态，面对一个他无力消灭的军事集团。回到核心问题，刺杀只需要解决一个人的肉身，接管政权需要解决一整个军事集团的生存恐惧。王允完成了前者，却在后者面前做出了最致命的选择，用沉默把一群溃兵逼成了军队。王允花3年谋划了一场完美刺杀，又用60天证明了另一件事：杀死暴君和接管暴君的政权是完全不同的能力。他消灭了一个人，却催生了一支军队，那支军队原本已经准备散了，是他的拒绝重新把他们推上了战场。公元192年6月，长安再次沦陷。未央宫里，汉献帝身边的掌权者从1个变成了2个，李傕和郭汜各占半城，朝会照常举行。只是皇帝身边连一个敢开口的老臣都没有了。长安城内很安静，街上没有歌舞，没有卖酒的人。2个月前那场庆祝，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李傕和郭汜不会太平太久。当2个军阀在长安城中拔刀相向时，皇帝将第一次尝试自己走出牢笼。东归洛阳的路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漫长。
公元192年冬，兖州30余万黄巾士兵放下武器向曹操投降，加上随行的妇孺老幼，总人口超过100万。半年前，这支队伍刚刚在战场上杀死了兖州刺史刘岱，现在曹操决定不遣散、不屠杀，收编。一个刚刚站稳脚跟的人，凭什么敢接手一支比自己大10倍的降军？初平3年春，青州黄巾大举涌入兖州。黄巾起义爆发于公元184年，8年过去，各地主力早被朝廷和地方军镇压，但残余力量从未消失。散兵、流民、失地农民不断汇入，队伍越滚越大。到他们从青州向西涌入兖州时，全部男女人口已超100万，其中能拿武器的青壮不下30万。这不是一支想要攻城略地的军队，他们没有后勤系统，没有粮仓，没有固定补给线。100万人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走，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所过之处，村庄被扫空，官仓被搬进，田地被踩成烂泥。他们不是来占领兖州的，他们只是要吃饭。兖州刺史刘岱决定出兵迎击。冀北乡鲍信当面反对，鲍信的判断很直接，黄巾人数极多，士气正盛，正面硬打胜算太低，不如先据城坚守，等他们粮尽分散后再逐个击破。刘岱没有采纳，他率军出击，被黄巾正面击败，死于阵中。兖州最高长官战死，一州之地突然没了主人，100万黄巾仍在境内流动，各郡县紧闭城门，等着一个能接住局面的人出现。站出来的人是陈宫，陈宫此时是曹操身边的谋士。刘岱一死，他立刻看到了机会，兖州需要一个新的长官，而曹操正缺一块完整的地盘。他开始游说兖州各郡的实力派，理由很现实，眼下有能力带兵打仗，又离兖州最近的人就是东郡太守曹操，请他来主持大局，是保住各郡的最快办法。鲍信同意了，济北乡鲍信亲自带人赶往东郡，迎接曹操入主兖州。曹操接受，正式成为兖州的掌控者。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一个完整的州级根据地。此前的曹操一直处于漂泊状态，陶董时带了几千人被打散，退回来在东郡勉强有了一小块地盘，兵力始终只有1万余人。兖州比东郡大得多，意味着粮食、人口和征兵空间都发生了质变。但机会是附带条件的，接过兖州就意味着必须解决那支仍在境内横冲直撞的100万黄巾。刘岱用正面迎击的方式失败了，曹操不能再死一次。曹操入主兖州后带兵出击，但第一仗就打得极其狼狈。武帝纪引魏书记载，曹操最初率领的部队不过1000余人，在行军途中与黄巾遭遇，黄巾人多势猛，1000余人的小部队根本不够看。一战下来，曹操死伤数百人，被迫后撤。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他手里的兵力太少，对手的人数太多，用刘岱的方式只会得到刘岱的下场。但曹操没有退回城中坐等，他做了2件事。第一，严明赏罚，打了败仗的部队容易崩溃涣散，曹操立即整肃军纪，把赏罚标准重新明确。那些还能战斗的士兵需要看到，跟着打仗有赏，临阵退缩有罚，士气不是靠喊口号恢复的，是靠赏罚制度撑住的。第二，改变打法，不再与黄巾正面硬碰，而是设置骑兵伏击。黄巾人多，但缺乏严密的侦察和指挥协调，对伏击的抵抗力极弱。曹操开始利用地形，反复以小股部队设伏，打完就走，不给对方组织反击的时间。魏书记载，设祈伏，昼夜会战。昼夜会战4个字说明一件事，曹操的部队在连续作战，不给黄巾任何喘息的机会，白天打，晚上也打。黄巾人多，但100万人拖着老幼辎重，根本无法在持续高压下维持队形。鲍信跟随曹操参加了这场追击作战，在一次遭遇战中，鲍信为掩护曹操身陷重围，战死，尸体始终没有找到。曹操后来用木头刻了鲍信的样貌，设计痛哭，邀请他来兖州的人先死在了战场上，但战事不能停。曹操从惨败中调整过来之后，局面开始逆转，黄巾被从兖州腹地一路压向济北方向，100万人拖着老幼妻小，补给越来越少，队伍越来越散。他们最大的弱点始终没有变，没有后勤，走到哪吃到哪的模式，在持续的军事压迫下难以为继。每当他们试图停下来觅食，曹操的伏兵就出现在身后或侧翼，取帅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继续跑，只会越跑越散。最终黄巾遣使请降。这里需要注意一件事，黄巾不是被打残后投降的，他们的战斗主力基本完整，能杀死刘岱的力量还在，投降的真正原因是走不动了，不是打不过了。这意味着曹操即将接手的不是一群丧失战斗力的俘虏，而是一支仍然危险的武装力量。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追黄巾至济北，
启降，东受降卒30余万，男女100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30余万能战斗的青壮，加上全部随行人口超过100万，这个数字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了兖州本地在连年战乱后剩余的人口总数。曹操面前只有3条路：第一，遣散，让30万拿着武器的人自行离开，结果是制造30万流寇，兖州永无宁日；第二，屠杀，以当时曹操的兵力，不可能对100万人执行大规模杀戮，就算能杀，100万条人命换来的只是一片空地和一个屠夫的名声。第三，收编，曹操选了第3条路，他从降卒中选拔精锐，编入军队，正式命名为青州兵。100万人不再移动了，从这一刻起，曹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第一支大规模的直属军事力量。但一个根本问题仍然悬在这里：30万人昨天还是敌人，凭什么相信他们明天就能为你所用？把前面的事实重新排列一遍。第一，黄巾投降时战斗力基本完好，不是被歼灭后残余的散兵。第二，降卒人数远远超过曹操原有的部队。第三，几个月前他们刚杀死了兖州最高长官，在这种条件下收编看起来像一场赌博，但如果看曹操面对的具体局面，这个选择背后有一条可辨认的逻辑链。先看军队组织层面，黄巾不是正规军队，它的基本单位是以宗族、乡党和宗教信仰为纽带的社群，一个渠帅带着自己的族人和信众行军打仗，内部指挥自成体系。这种结构意味着渠帅的权威独立于外部任何人，谁要接收黄巾，谁就要面对几十个各自为政的小军头。史料只记载了6个字：收其精锐者。但这6个字意味着什么？不是把整支黄巾原封不动编进队伍，而是从中选人。被选出的士兵一旦离开原来的群体，进入新编制，旧渠帅对他们的控制就被切断了。他们不再是某个渠帅的部下，而是青州兵的一员。更可能的做法是，选拔出来的精锐被重新编组，由曹操方面的军官统领。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具体的编制安排，但从后来青州兵长期作为独立建制出现在曹操军中来看，它更接近一支被重新组织过的部队，而不是简单的换一面旗帜。不过必须承认，这种重编并不彻底。青州兵后来在曹操军中始终保持着明显的独立集团性质，军纪也与曹操嫡系有明显差距。曹操去世后，青州兵甚至自行击鼓离散，不再听从新主。这说明曹操对这支队伍的控制始终是有限的，他能用他们，但从未把他们完全变成自己人。再看粮食和安置层面，组织重编只解决了指挥问题，士兵为什么愿意接受，为什么不哗变？更可能的答案在那些没有被选入军队的人身上。100万人口中，大多数是无法作战的老幼妇孺。黄巾裹挟100万人不停移动，不是因为他们好战，而是因为找不到一块能养活所有人的地方。每到一处吃光存粮，就必须继续走，这是一种用行军替代种植的绝望生存方式。曹操最可能给出的条件是停下来。兖州经过战乱，大量土地荒废，无人耕种，而100万黄巾中有的是劳动力，将这些人口安置在空旷的土地上，重新开始农业生产，既解决了流民的生存问题，也为兖州提供了急需的粮食来源。后来曹操在兖州推行屯田制度的雏形，很可能就与安置这批人口有关。对士兵来说，道理很直接，旧渠帅能给的只是继续逃亡，而新主人能给的是家人不用再跑。当家属有了落脚的地方，士兵就有了牵挂，有牵挂的人，叛乱的代价变得具体而沉重。这就是曹操敢收编30万降卒的底层逻辑，不是靠威望压服，也不是靠恩义感化，而是用一整套具体的安排，选拔打断旧组织，重编建立新指挥，安置绑住家属，让投降者失去反叛的动机和条件。它并不完美，青州兵始终没有变成完全可靠的嫡系军，但它足够让曹操用了20多年。在此后的兖州保卫战、官渡之战中，青州兵都出现在战场上。曹操真正赢得的不只是一次兵源补充，他摸索出了一套将投降者转化为可用力量的方法：打散、选拔、重编、安置。这套方法后来会反复使用。青州兵不是一次幸运，而是曹操军事体系的起点。曹操用1000余人的惨败换来了正确的打法，用伏兵和持续压迫逼降了100万黄巾，再用选拔和安置把30万降卒变成了自己可用的军事力量。他付出了鲍兴的命和数百将士的血，换回了一个州和一支军队。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是那个带几千人到处碰壁的小军阀。公元192年冬天，兖州平原上出现了一种过去8年从未有过的景象。100万曾经不停奔走的人停了下来，有人开始在荒废的田地里翻土，有人被编入新的行伍开始操练。几个月前还在劫掠村庄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新名字——青州兵。曹操37岁，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和自己的军队，但这片刚刚安定下来的土地安静不了太久。曹操率军东征徐州，后方的陈宫联合吕布突然发难，刚刚站稳的兖州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易手。一个父亲死在路上，杀他的人就是负责保护他的士兵。凶手逃往淮南，现存史料没有留下曹操追捕他的记录，但死者的儿子集结主力前后2次攻入徐州。大军没有去找凶手，大军攻向了城镇和平民，所到之处，城镇被逐座屠灭，泗水被尸体堵到断流。一场复仇为什么打成了这个样子？曹操的父亲曹嵩做过太尉，这个太尉是花钱买来的。灵帝末年的卖官体系中，曹嵩通过捐资取得了位列3公之一的职位，但不管位子怎么来的，太尉的衔头确实让他积累了大量政治关系和财富。董卓之乱后，曹嵩没有留在朝堂，也没有跟随儿子起兵，他带着家眷、妾室、仆从以及多年积攒的大量家产，辗转避居到了徐州琅琊郡，那里远离中原战火，暂时还算安全。初平4年，局面变了。曹操在兖州迫使30余万黄巾士兵投降，连同随行男女，总人口超过100万。他从降卒中挑选精锐，组成青州兵，并被推举为兖州牧。他终于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有了地盘，下一步是把父亲接到身边。曹嵩从琅琊启程，车队向西出发，穿越泰山郡，目标兖州。这支队伍排出去很长，辎重超过100辆大车，车上装满金银、衣帛和器物，加上妾室、仆从和家中子弟，在乱世的道路上拉成一条缓慢而醒目的长龙，到处是散兵、流民和不受管控的武装。100多车财物在这样的路上公开移动，本身就是在邀请危险。车队要穿过徐州地界。徐州牧陶谦收到消息，陶谦已经60多岁，与曹操此前因为边界冲突关系紧张，但他做了一个主动示好的决定，派部将张凯率数百士兵前去护送曹嵩一行平安通过徐州。意思很明确，你父亲经过我的地盘，我派人保护。与曹操交恶没有好处，至少不在西面多一个敌人。张凯带兵出发，接上了车队。他看见了那100多辆大车，看见了车上的东西。吴书记载，陶谦派都尉张凯率200骑护送曹嵩，车队行至泰山郡华县、费县之间，张凯突然动手杀死曹嵩，夺走财物，随后逃往淮南。100多辆大车上的辎重被劫走，曹嵩一家死在由徐州进入兖州的路上。陶谦安排的善意在张凯手上变成了一笔血债。曹操接到父亲全家遇害的消息，在东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伦理体系赋予血亲复仇极高的正当性。一个不为父报仇的人，在官场和世人圈中几乎无法立足。曹操有一切理由愤怒，也有一切理由出兵。演义写他悲愤之下说出那句话：“吾今西起大军，喜荡徐州，方雪我恨。”不是说捉拿凶手，不是说讨伐张凯，是喜荡徐州。但他出兵的方向不是凶手逃亡的方向。张凯杀人后已经逃往淮南，但现存史料没有留下曹操追捕张凯的记录。曹操发动的却是针对陶谦和徐州的全面战争。初平4年秋天，他集结兖州全部可用主力，直扑正南方的徐州。目标不是张凯，是陶谦，是整个徐州。公开理由说得通，张凯是陶谦的部将，曹嵩死在陶谦安排的护送途中。陶谦身为徐州最高长官，无论是主谋还是师察，都难辞其咎。兖州精锐几乎倾巢而出，夏侯惇、于禁、典韦随军南征，大军越过州界进入徐州。陶谦派部将曹豹率兵在彭城迎战，结果是一边倒。陶谦的地方兵力和曹操手下经历过黄巾大战的精锐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彭城之战，徐州军大败，曹豹带残兵退走。曹操一路推进，连下10余座城。陶谦收拢残部，退入治所坛城，紧闭城门，不敢再出。一个60多岁的老人退入自己最后的城墙后面。城外的徐州正在沦陷。先记住一个方向问题：凶手在淮南，大军在徐州。这场战争从第一天起，方向就不是追凶。坛城没有被攻破，城墙厚实。陶谦虽然野战大败，但残余兵力守城仍然够用，守城比野战容易得多。曹操的后勤线从兖州一路拉到徐州腹地，越来越长，强攻消耗太大，坛城不克，曹操决定回军，但他没有安静地走。回军途中，大军经过的城镇曲律、居陵、夏丘逐座被屠。
这些城镇不是有组织抵抗的军事据点，留在其中的主要是普通百姓，来不及逃走的农夫、匠人、老人和孩子。陶谦的正规军早已缩进坛城，外围几乎没有像样的守军。《后汉书·陶谦传》记载，过拔渠率，居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亦尽，须亦无复行人。数十万人被杀，不分男女，连鸡犬都没有留下，城镇变成废墟，道路上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人。裴松之著所引材料记录了另一个画面，大量尸体被推入泗水，堆积到阻断水流。泗水是徐州的主要河流之一，一条大河被尸体堵到断流，需要的不是几百具尸体。这些人与曹嵩之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大概率连曹嵩是谁都不知道。一个为父报仇的人，把刀砍在了数十万从未听说过他父亲名字的人身上。凶手仍在淮南，陶谦仍在郯城。曹操带着屠过的空城和一条断流的河退回了兖州，这是第一次，他还会再来。兴平元年夏天，曹操第2次攻入徐州。出发前，他留荀彧、程昱守鄄城，稳住兖州后方，然后率主力再次南下。徐州也在准备。第1次遭到屠杀后，陶谦向各方求援。青州刺史田凯决定出兵南下，一同赶来的还有一个人，平原相刘备。刘备此时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地盘，没有粮仓，兵力不过数千，但他带着关羽、张飞到了徐州。陶谦拨4000单洋兵给他指挥，让他屯驻小沛。陶谦还做了一件事，他提出把整个徐州让给刘备。一个守了徐州多年的老人，在大军再次逼近时，对一个只带了几千人来援的人说：“你来做徐州牧。”刘备没有接受，但这个举动说明了一件事：陶谦已经不相信自己还能撑住。曹操这一次推进得更深，大军拔掉5座城，一路向东，打到了东海郡。回军经过郯城时，陶谦部将曹豹和刘备在城东试图拦截，曹操击破了他们，随后攻下相奔。武帝纪记载，所过多所残戮。第2次进攻的手段和第1次没有区别。曹操把兖州精锐第2次拉到徐州前线，他留了荀彧守后方，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前线打不打得下来，是后方还稳不稳得住。然后消息来了，消息从兖州送到前线，张邈反了，陈宫也反了，他们打开兖州的门，把吕布迎了进来。张邈是曹操最亲近的地方盟友，曹操出征前把家人托付给张邈照顾。陈宫是当初第一个迎接曹操入主兖州的核心人物。出征前有人提醒曹操提防张邈，曹操不以为然。张邈和自己是多年至交，不可能反，但裂缝不是这一天才出现的。出征徐州之前，曹操杀了名士边让，边让在兖州士人圈中声望极高，他的死让陈宫和张邈第一次感到不安。这个人对付不配合他的人，手段没有底线。然后是徐州传回的消息，数十万平民被杀，城镇变成废墟，泗水断流。这些消息一条条传回兖州，陈宫和张邈必须重新评估与曹操合作的风险。最初接纳曹操是因为他能击退黄巾，保住地方，但一个能对数十万平民动手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会不会也这样？曹操第2次南下，兖州精锐再次被抽空，陈宫看准了这个窗口，说服张邈迎接正在附近流动的吕布。各郡县纷纷响应，整个州几乎全部倒向吕布，只剩鄄城、范县、东阿3座城在荀彧和程昱手中勉强支撑。曹操不得不立刻撤军，不是因为打不下徐州，而是再不回去，连兖州都没有了。把前面的关键事实放到一起，第一，凶手张凯杀人后逃往淮南，现存史料没有留下曹操追捕张凯或向淮南方面索取张凯的记录。2次出兵，方向始终对准徐州。第二，第1次进攻，郯城打不下来，回军途中逐城屠灭，被杀的主要是平民。第2次进攻，仍然所过多所残戮。2次战争的暴力规模远远超出了针对一个凶手或一个失职州牧的报复。第三，最终迫使曹操撤军的不是徐州的抵抗，是兖州的叛变。先补一条正文没有展开的信息，关于曹嵩之死，正文采用的是无书记载，张凯的士兵见财起义，自行截杀。在这个版本中，陶谦是安排护送的一方，张凯的行为超出了他的控制，但裴松之注引释语提供了另一种说法。陶谦密遣数千骑严捕，如果这个版本成立，陶谦就不只是失职，而是主谋。2条记载至今无法确认，关键在于无论哪个版本成立，曹操出兵时都不需要等真相，他需要的是一面旗帜。杀父之仇在东汉伦理中是最高级别的正当性，没有人能公开指责一个为父复仇的人发动战争。复仇是真实的，但复仇解释不了战争的规模和方向。初平4年的曹操刚站稳兖州，四面受敌，需要更多的人口、粮食和纵深来巩固位置。在所有可以扩张的方向中，徐州是当时北方保存最完整的富庶州郡。
后汉书记载，陶谦治下，百姓殷盛。陶谦年事已高，军事能力有限，看上去是阻力最小的目标，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复仇确实存在，扩张也高度可能。两个动机在曹嵩之死这个节点完全重合，无法证明哪一个是唯一目的，但能明确证明的是，复仇提供了战争的公开理由。他让一个军阀吞并另一个军阀，变成了一个儿子为父报仇。在当时的伦理体系里，这面旗帜几乎无法被反对。然而，动机之外能被明确证实的历史后果是暴力手段对曹操自身的反噬。屠城在古代战争中有两个常见功能：震慑后续城池，迫其投降；在无法驻守时彻底摧毁城镇价值。在徐州，两个功能全部失效。曲律居临，夏丘被屠的消息传开后，没有一座城选择投降，原因不需要解释，投降也是死。陶谦死守不出，刘备带着几千人从北方赶来，屠城没有瓦解抵抗，反而让每一道城门都关得更紧。徐州本地的豪族势力并不特别忠于陶谦，他们在意的是秩序和自身安全。如果曹操击败陶谦后正常接管，这些人未必会强烈抵抗，但屠城改变了一切，没有人会主动欢迎一个屠城者。曹操用暴力关上了徐州本可以向他打开的门，同时屠过的城镇不再产粮，不再提供人力。曹操2次进攻都因后勤问题无法持续围城，他自己消灭了原本可以支撑前线的资源。而最深的代价在后方，兖州不是曹操的根基之地，他当兖州牧靠的是军功加上陈宫、张邈等本地势力的配合。这些人支持曹操有条件，你有能力保住地方，我们就让你做主。沙边让已经让信任出现裂缝，徐州的屠城消息把裂缝变成了断裂。2次东征又把兖州精锐反复抽空，恰好提供了动手的窗口。这就是这场战争能被明确证明的完整账单。复仇的旗帜飘了2年，东征抽空了后方，暴力催化了叛变。曹操在前线没有拿下徐州，在身后丢掉了兖州。公元194年秋天，曹操从徐州仓促北返，兖州已经不认他了。昨天还是他的城池，今天城头上站的是吕布的人。荀彧守着鄄城，程昱守着范县和东阿，3座孤城在一片叛变的版图上，像3盏还没被吹灭的灯。大军还在路上，前方是自己的家，但家里已经换了主人。那条被尸体堵塞过的泗水终究会重新流动，水能冲走尸体，冲不走的是这场战争留下的名声。一个垂死的老人躺在床上，对面前的人说：“把这座州交给你。”对方拒绝了，不是1次，是3次。后来的人把这件事叫做3让徐州，讲的是陶谦的诚恳和刘备的谦让。但一个真正的问题始终没有被回答：为什么前2次他拒绝，第3次到了陶谦的病榻前仍然拒绝？直到陶谦死后，军力捧来牌印，百姓来到府前哭拜，他才终于接下。是什么在第1次和最后1次之间发生了改变？答案不止在陶谦的嘴里，也不止在刘备的品德上，他在一次私人让位如何逐渐变成公开推举的过程里。曹操攻打徐州的消息传遍北方，起因是曹操的父亲曹嵩途经徐州时被害，曹操把这笔账算在陶谦头上，起大军报复。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曹操一路东进，沿途纵兵屠戮，泗水两岸数座县城遭到毁灭性破坏。陶谦挡不住，他向北方各路势力连续发出求援信，其中一路求到了北海相孔融那里，但孔融自己也正被黄巾余部围在城里，出不去。他派太史慈单骑突出重围，一路从北海赶到平原，找到了刘备。刘备接到消息的时候，手里有什么？关羽、张飞几千人的队伍，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稳定的粮源。他还在公孙瓒手下做着平原相，本身就是依附于人的处境，但他决定去。他先带兵赶到北海，帮助孔融击破管亥，随后又去找公孙瓒借兵。公孙瓒拨了2000马步军，又让赵云随行。刘备带着自己的3000人，赵云带着借来的2000人，继续南下赴徐州。这支队伍的规模放在当时的战场上几乎不值一提。曹操有数万精锐在推进，陶谦自己尚有一部分丹阳兵在正面勉力支撑。刘备这几千人改变不了兵力对比，但他确实赶到了。孔融和田凯的军队也来到徐州外围，只是忌惮曹军势大，远远依山扎营，没有贸然向前。刘备则留下关羽和赵云协助孔融、田凯，自己带着张飞和1000人冲过曹军营寨，进入徐州城。在陶谦看来，这个人和其他援军不一样。刘备进入徐州以后，陶谦设宴劳军，见过刘备之后，他立刻命糜竺取来徐州牌印，要把徐州交给刘备。这是第1次让徐州，刘备当场离席拒绝。他说自己是为大义前来救援，如果此时接受徐州，岂不是让人怀疑他有吞并之心？
陶谦再三相让，刘备始终不肯接受，最后是糜竺出来打圆场。现在曹军还在城外，应该先商议退敌，等战事平定再谈让州。第一次退让就这样停了下来。正面战场没有出现决定性的胜负，但曹操的推进速度被暂时迟缓下来，局势稍稍稳住。对陶谦来说，有人来了，这就够了。对刘备来说，他在这片土地上的身份也非常清楚，客军来帮忙的人。他没有一亩田在徐州，徐州官府里也没有自己的班底，本地大族还没有把资源和命运真正交到他手里。他全部的资本只有一条，在别人不敢向前的时候，他进了城。不久之后，吕布趁曹操主力东出，联合陈宫袭击兖州，曹操的根据地突然起火，他不得不撤军回救，徐州的围城解除。陶谦在府中设宴，招待孔融、田凯、刘备等前来救援的人。酒过几巡，陶谦当着在座全部文武的面，第二次说出了那句话。他说：“老夫年迈多病，2个儿子都不成器。刘使君是汉室宗亲，德才兼备，我愿意把徐州让给你。”一座粥，当着满堂人的面，一句话推了过去。所有人看向刘备，刘备站起来，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说自己是受人之托来帮忙打仗的，不是来夺人基业的。现在无故占据徐州，天下人会把他当成不义之人。这一次，陶谦身边的人不再沉默。糜竺开口劝他：汉室衰微，天下倾覆，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徐州应富，户口百万，刘使君不应推辞。陈登也劝陶谦多病，已经不能正常处理政务，请刘备不要再推辞。孔融说得更加直接：袁术不过是冢中枯骨，今日之事天与不取，后悔也来不及。关羽劝刘备暂时接掌徐州。张飞也说：又不是我们强抢，是陶谦真心相让，何必苦苦推辞？但刘备还是不肯。徐州真正掌握资源的人里有糜竺，他出身东海豪商世家，《三国志》记载他家祖室货值，同客万人，资产巨亿。在东汉末年的地方政治中，这种级别的家族不只是富人，他们掌控着物资流通网络、大量劳动力和实际的社会动员能力。还有陈登，他是下邳陈氏的核心人物，父亲陈规是徐州氏族中极有声望的长者。陈登自己在陶谦幕下担任典农校尉，参与屯田和军务。还有曹豹，他掌握着陶谦手下的一部分丹阳兵。第二次退让时，糜竺、陈登、孔融，甚至关羽和张飞都已经公开支持刘备，刘备仍然没有接受。这说明他等待的并不是第一声支持。地方势力已经开口，但陶谦还活着，仍然是徐州的在任州牧。刘备此时接受，仍然像是在一个人尚未去世时，从他手中取走整个州。陶谦说的再真诚，糜竺和陈登劝的再用力，也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嫌疑。刘备如果在这个时候接下来，天下人仍然可以说他以救援为名进入徐州，最后拿走了被救者的地盘。陶谦推让再三，刘备只是不受，陶谦只能退一步，他不再要求刘备立刻接应，而是提出让他暂时驻扎小沛，以便继续保护徐州。刘备再次拒绝徐州，却没有离开。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安排，刘备不接徐州，但留下来驻扎在小沛。小沛位于徐州外围，离徐州城有相当一段距离。这个安排很微妙，刘备没有被请进徐州城，那是整座州的权力中枢，他被放在了一个外围位置，离徐州够近，随时可以响应，但不在核心，不会让人觉得他已经在接管。刘备带着自己的几千人进驻小沛，在这里修缮城防，安抚附近流散的百姓。他在做一个驻守者应该做的事，但不是一个过客会做的事，不进不退。他的身份从这一天起变得模糊，不是过路的援军了。过路的人不会留下来驻扎，但也没有接过徐州的牌印。他像一个被主人挽留的长期客人，主人给了一间偏房，没说你能住多久，更没说这间房以后归你。日子一天天过去，陶谦的身体不断恶化，所有人都心里清楚，陶谦撑不了太久了。他的2个儿子，正如他自己当众承认的那样，确实没有能力接住这座州。那么当那一天到来时，谁来接？答案不只取决于陶谦还能再说几次让，也不只取决于糜竺和陈登是否支持。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权力交接本身的性质。陶谦活着时，这是一个在人州牧把位置送给外来客将；陶谦死后，他才可能变成一座失去主人的州，为了避免崩溃而公开推举新的主人。陶谦病危以后，先把糜竺和陈登叫到身边商议。糜竺说，辅军前2次想把徐州让给刘备时，身体还强健，所以刘备不肯接受。现在病情已经沉重，正好把他请来，再做安排。陶谦于是派人前往小沛，把刘备请到徐州城。刘备带着关羽、张飞来到陶谦卧房，陶谦躺在病榻上，对他说：我的病已经危重，朝夕难保，希望你以汉家城池为重，接下徐州牌印，这样我死也能瞑目。这是第3次让徐州，刘备仍然拒绝。
他问：你有2个儿子，为什么不把徐州交给他们？陶谦说：2个儿子都没有承担周氏的能力，自己死后希望刘备能够教导他们，但绝不能让他们掌管徐州。他向刘备推荐孙乾，又转头嘱咐糜竺：刘公是当世人杰，你以后应当好好辅佐他。刘备还是推脱，陶谦伸出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然后死了。但即使到了这一步，刘备仍然没有立刻接受。徐州军力举哀之后，把周穆的牌印送到刘备面前，刘备依旧推辞。直到第2天，徐州百姓拥挤在州府门前，哭拜着说：刘使君如果不领徐州，我们这些人就无法安生。关羽和张飞也再次相劝，刘备这才答应暂时全领徐州市，3次让到此结束。把3次并排放在一起，真正变化的不是陶谦的态度，他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意思。第一次，曹军仍在城外，陶谦突然拿出牌印，刘备拒绝，因为他是来救援的，不能在危城之中拿走被救者的地盘。第2次，曹操已经撤军，糜竺、陈登、孔融、关羽、张飞都公开劝他接受，但陶谦仍然活着，刘备依然可能被看成从在任州牧手中取得徐州。第3次，陶谦病危，刘备仍然拒绝，直到陶谦去世，军力捧印，百姓哭拜，这件事才不再只是陶谦个人的赠与，而变成了徐州官吏和百姓在失去原有主人之后的公开推举。刘备接受的不是陶谦最后一次让，他接受的是陶谦死后一座无主之州对他的挽留。3让徐州在演义中被写成一场道德仪式，陶谦一让再让，刘备一拒再拒，最终天下人看到了仁者应有的风范。但先补一条正文没有展开的信息，正史中并没有3让徐州。三国志先主传只记载，陶谦病重时对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陶谦死后，糜竺率领州人迎接刘备，刘备不敢接受。随后陈登出面劝说，孔融也劝他不要把徐州让给袁术，刘备才正式领徐州。演义把正史中陶谦死后的一次权力交接扩写成了3次推让。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在东汉末年地方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一座州的交接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遗愿。当时的州郡治理是一种长官与地方官吏、豪族和武装力量共同维持的结构。刺史或州牧拥有名分和指挥权，但粮食征收、兵员动员、地方秩序和行政运作都离不开当地已有的社会网络。陶谦自己也是外来者，他是丹阳人，在徐州任职数年，能够维持统治，同样离不开徐州本地官吏、豪族以及丹阳兵等多股力量的配合。现在他要把位置交给另一个外来者，一个带着几千本部和借来的兵跑来帮忙的客军将领。陶谦一个人说让，在实际操作上远远不够。长安朝廷的权威已经严重衰弱，无法及时决定徐州由谁接管。刘备接手以后，要依靠糜竺等人的财富和人力网络，要使用陈登等人熟悉的行政系统，还要面对曹豹等掌握军队的武将。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能随着陶谦的一句话自动转交。陶谦临终只留下了一句话。陶谦死后，糜竺率州人迎接刘备，陈登代表徐州官吏公开劝进，孔融又从外部为这次交接提供声望支持。糜竺代表的是什么？家资巨亿，同客上万，他的商业和人力网络覆盖了徐州东部的重要区域。州牧能不能在当地征到粮，运得动物资，稳得住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糜家这样的家族愿不愿意配合。陈登代表的则是下邳陈氏以及徐州本地的官僚和士族网络，他本人长期参与屯田和地方行政，熟悉整套州郡体系如何运转。陶谦的遗愿提供了起点，糜竺率领州人迎接，陈登公开劝进，才把一个老人的临终安排变成了地方力量可以接受的政治交接，而演义又在这层基础上增加了军力送印和百姓哭拜，这让刘备最终接受徐州时，不再像是从一个垂死老人手中接过私人礼物，而像是被整座州共同留下。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个结构有多脆弱。刘备接手徐州不久，吕布东来投奔，等到刘备率军外出与袁术交战时，吕布趁虚偷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叛，暗中迎接吕布，刘备很快失去了徐州。这说明一件事，反复推让帮刘备跨过了能不能接手的门槛，但他建立的只是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真正的统治根基，对军队的直接掌控，关键武将的忠诚，与每一股地方势力的深度绑定，需要时间，需要资源，更需要自己的嫡系力量。这些东西3次让解决不了。陶谦给了刘备一个临终遗愿，糜竺和陈登等人给了他地方官吏与豪族的支持，徐州军力送来了牌印，百姓的哭拜给了他公开推举的名义，3次推让给了他所有人亲眼见证的合法性。刘备从一个外来的客军将领变成了徐州名义上的主人，但名义上的主人和真正能掌控这片土地的人之间，距离远比他以为的更远。
刘备坐进徐州州府的那一天，面对的是一片被战争蹂躏过的土地，东边几个县城还残留着曹操大军经过的痕迹，田地荒芜，户口流散。他手中的军队仍然是当初从北方带来的那几千人，公孙瓒借给他的军队和赵云已经离开。正史记载，陶谦曾拨给刘备4000丹阳兵，但徐州的军队并没有因此全部受他直接控制，曹豹手中仍然掌握着一部分兵力。糜竺和陈登站在他身边，但在这个时代，今天站在身边的人和明天还愿意站在身边的人不一定是同一批。西面，曹操正在兖州和吕布鏖战，不管谁赢，胜者最终都会重新望向东方，而一个即将在兖州战败的人也会带着他的残余军队朝徐州方向走来。吕布丢了兖州，带着残部东投刘备。一个手里有军队的客人，从来不只是客人。徐州的新主人即将迎来一个根本请不走的邻居。